很多人问我关于疯魔侠卖精装的问题，这期影片我就简单说一下好了。疯魔侠不储存精装是为了神助石最大化，所以如果你不玩词条洗练，这期影片可能对你没那么多帮助。我的影片信息多数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和我吃过的亏，所以我所推荐的通常会和常规影片不太一样。如果你觉得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，请保持自己的玩法，谢谢。好的，那就开始吧。将军岭普通355万战力门槛，困难500万，噩梦则是600万战力门槛，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刻度进行选择。我在视频中提到 SR 赛季第一天就已经超过206万战力的玩家应该穿全套层的原因是，我自己就超过260万的战力，然后大概将军岭开的时候战力已经是800万了，穿的全套层。所以你卖多少金完全取决于自己想要打的门槛。如果你问我，我肯定会说打最高难度的，所以在难度选择上面我不帮大家做选择与推荐。从将军岭开始会有噩梦，这就意味着一旦开放将军岭，哪怕你是中氪甚至大氪，你都没有更多机会做碎片买卖与分解碎片了，因为后面不会再有持续时间那么长的副本了。你想要获得更多的神助石，只能去交易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建议想要玩词条的玩家，不要在疯魔侠的精装上面花精力，因为你既然可以不用精装打你想要打的难度，那你就没有理由穿着价值1000神助石的装备。等到将军岭开放以后，你没有更多机会卖碎片了，你再开始洗练词条也是可以的。后面平民战力和大佬逐渐越来越大，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低级副本的装备碎片的价格，也不会像在疯魔侠的时候那样出现几千甚至几万的低价碎片。如果你是小氪，你需要自己考虑你想要打的副本是普通还是困难，这两个难度之间相差145万的战力，而将军岭开放时候的橙装战力和疯魔侠的金装战力差不多。如果是带有神级词条的橙装，那么战力甚至有可能会超过疯魔侠的金装。话都说到这里了，至于是卖还是留，你需要自己选择，因为没有错误选项。微氪基金党玩家要玩词条也可以，只是我不推荐。那么关于疯魔侠装备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个赞，谢谢。